秋意漸涼，日光漸疏，詩情漸濃。從今天開始呢，我們來分享詩詞歌賦當中的秋。以前的古人是通過某些生物來感知自然界的季節的變化的。那秋這個字呢，最早是見於商代的甲骨文。在甲骨文當中，秋的字形是這樣子的。有的甲骨文的秋字呢，還在下面加了一把火。有學者認為，甲骨文的秋像一隻蟋蟀，因為在中國的北方，蟋蟀一般是在8月份成蟲，9月份十分的活躍，算是秋天的代表性的昆蟲。而且呢，秋字的讀音也和蟋蟀的鳴叫聲很相似。因此，古人把蟋蟀鳴叫的季節叫做秋，下面加了火。從火表示的就是秋季收割以後要燒荒，以備播種的意思。也有學者認為，甲骨文當中的秋的形狀也像一隻蝗蟲。蝗蟲呢，也是經常活動於秋季的昆蟲。在中國的歷史上，蝗災是收穫前常常遇到的天然的農業災害。蝗蟲有趨光性，所以呢，每當蝗災來臨的時候，農民們就燃起大火，讓蝗蟲呢就自己撲向光亮，被火燒死。因此呢，古文當中的秋從火。這些專家們認為，秋的造字的本意應該是用火來焚燒土地，以殺滅害蟲。蝗蟲活動於秋季，因此人們用蝗蟲的形象來指代秋季。後來呢，又添加了禾字旁。我們都知道，禾是指穀物收成，來指代秋天，指代成熟的莊稼。我們還看到，在演變的過程當中，還曾經有繁體字歸的出現，就是烏龜的龜。龜在這裡呢，是指歸雁。據說古人在春耕的時候，會燒灼烏龜的龜甲來卜算這個秋天的收成。然後到了秋收的時節，穀物的收成是不是就像龜甲所預言的那樣，就實際上來見分曉了。不知道後來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寫法實在是太繁瑣了，大家容易寫錯，慢慢的經過一步一步的演變，就成了現在的秋的這個寫法。那了解了秋這個漢字的演變，我們再來看一看，在古人的筆下，秋的別稱和雅稱分別有一些怎麼樣的講究。其實秋的別稱有很多，那在這裡呢，我只是給大家簡單羅列了其中的一部分。比如秋也叫做三秋。古代的時候，7月是孟秋，8月為中秋，9月為季秋，合稱三秋來代指秋天。我們知道，在我們古代兄弟行輩當中，長幼排行的次序是以伯仲叔來分的。伯也就是孟，那是老大；仲是老二；叔是老三；季是老四。在唐代王勃的《滕王閣序》當中，就有時為9月，序屬三秋這樣的句子。清代的納蘭性德於《顧梁粉書》當中就有一句：天清氣朗，時值三秋。那秋還有一個別稱叫做九秋，因為整個秋季是90天，15天是一旬，一共分9旬，所以秋天有九秋這個別稱。晉代的張協在《七命詩》當中寫：惜三春之義路，宿九秋之名標。唐代的陸暢在《崔莊五首之一》當中寫道：聞道盡中時節異，九秋香滿鏡台前。那除了三秋、九秋，秋天呢還可以有這樣的雅稱，可以稱為今天、今秋、今宿。
根據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說，秋天屬金，故稱金天、金秋或者金宿。唐代的王維有句詩：今天淨兮立三光，同庭暑兮言八荒。同樣是唐代的陈子昂，他有一首詩叫做今天方肃殺，白露始專征。謝靈運也曾經寫過數值其蘭蜀，李照變金粟。意思是說，到這個地方上任的時候還是在夏末，但是現在準備船隻的時候已經是秋天了。秋呢，也叫九合。古代以9為金的乘數，乘數就相當於是百分數，一乘就是10%。我們經常說這個金是不是足金啊？是幾乘的金啊？所以是以9為金的乘數。秋呢又屬金，而且氣和，所以稱秋季為九合。在《管子·右官》當中描寫了秋天這個節氣是九合時節，君服白色，謂辛未，聽商音。秋天因為屬金，而且呢色白，秋天又叫做肅秋、肃綠和肅節。歐陽修在《清商怨》當中有一句：關河愁思望處滿，見肅秋向晚。韋莊在《三又韻》裡面寫道：肅綠楚回目，商標暗處金。歐陽修在《水谷夜行寄肃子美詩》當中寫：我來夏雲出，肅節今已屆。秋的雅稱實在是很多，還有叫商秋或者肅商。我們知道古代的音樂是五音，宮商角徵羽，用五音來配合四時。宮商角徵羽五音是我們國家五聲音調當中5個不同音的名稱，類似現在的哆瑞咪嗦拉，沒有發和西這2個半音。商為秋，商音淒厲，和秋天的肅殺之氣是相應和的，秋所以又叫商秋。近代的陸機在《行思賦》裡面說：商秋肅其發節，玄雲配而垂陰。馬祖常的秋夜中有說：肅商淒清揚微風，草根之秋有名瓊。瓊是蟋蟀的意思。秋還有一個雅稱叫做白藏。根據五色學，秋色是白，秋又是收穫儲藏的季節，所以呢，秋也可以稱之為白藏。梁元帝在《纂要》當中寫：秋曰白藏，亦曰收成。有白藏的注解是：氣白而收藏萬物。在《爾雅釋天》當中也有一句：秋為白藏。除了這些，秋天其實還有很多別的雅稱，真的是數不勝數，像西露、太秋、金商、商煦、商肅、商節、民、九民、西民、七成、宵成、清秋、高秋、霜天、霜日、秋令、秋年、秋序等等等等。那由此可見，秋在古文當中是非常常見的，是文人墨客琢磨非常多的一個字眼。秋是一個多感的季節，種種秋的稱謂也道出了秋的淒美、秋的豐實和人們心中的憂樂。秋天是一個令人感思、令人沉醉又令人傷感的季節，是一個充滿特色的季節。古往今來，與秋有關的成語很多，詩詞也很多。很多的詩人、詞人都會選擇描寫秋天的景色，由景生情，借景抒情。
那在接下來的幾節課裡，我會挑一些有代表性的，和大家來一起品讀詩詞裡的秋天，感悟秋天獨特的美。好，那我們下節課再見。